好，同学们，这节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第10个知识点：直线与椭圆位置关系的判定。有这样一条直线，因为我们椭圆方程里边也有字母 b， 所以为了回避那个字母 b， 我把这个 b 给它改一下啊，不然的话 y 等于 kx 加 b 和这个 b 呢就容易混淆，我把它改成 m。y 等于 kx 加 m 与椭圆的方程联立方程组消圆转化成 y 或者是 x 的一元二次方程，然后启用根的判别式啊，也就是 y 等于 kx 加 m， 它和椭圆的方程我去分母变成 b 方 x 方加上 a 方 y 方等于 a 方 b 方联立，消圆消谁方便就消谁。那么就这个式子来说，消 y 方便，消 y 我们就得把 y 等于的这个代数式带到这里来。这个过程非常冗长，我就不再说了。它一定能够整理成某某 x 方加上某某 x 加上常数 c 等于0的形整理完了之后，一定会得到一个二次函数的形，二次方程的形。那么这个二次方程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判别式，如果德尔塔要大于0，说明它即将解出来两个根，那这个时候显然是椭圆和直线相交。比如说一个交点是 P1， 一个交点是 P2， 你的那两个根就是这两个交点的横坐标。如果德尔塔等于0呢，它只有一对 x y 的值，既满足直线也满足椭圆，显然呢它是相切的。只有一对 x y 的值既满足直线和椭圆，所以呢，如果德尔塔等于0 x1 等于 x2， 也就是唯一的一对 x y 的值满足直线和椭圆，显然就相切。德尔塔小于0呢，这个方程组压根就没有解，没有任何一对 x y 的值既满足直线又满足圆，它没有解，说明直线和椭圆就是相离的这就是如何判断直线和椭圆的位置关系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一个题因为它非常好理解，我们消化一下刚才说的这个知识点。下面大家看这道题。这道题呢是已知直线 L 是它椭圆的方程是这个，问当 M 取和值的时候，直线有两个不重合的公共点，说明是相交；有一个公共点说明是相切，因为椭圆是封闭的曲线，有一个公共点一定是相切，没有公共点一定是相离。这个呢显然是德尔塔大于0的情况，这个是德尔塔等于0的情况，这个是德尔塔小于0的情况，好吧？那我就联立直线是 y 等于 2x 加 m， 椭圆的方程呢我去分母变成 x 方加上 2y 方等于4减4等于0，消谁方便就消谁，在这道题当中消 y 方便得，我现在下边做 x 方加上2倍的，看到 y 换成 2x 加 m， 它的平方减4等于0， x 方加上2倍的 4x 方加 4mx 加上 m 方减4等于0， x 方加上 8x 方加 8mx 加 2m 方减4等于0，所以我得到的是 9x 方加 8mx 加上 2m 方减4等于0。我为啥把这个放在旁边写呢？就是在告诉大家，这种过程我不要，我只要关键的步骤。所以像这种整理的过程，你就在草纸上进行。
消 y 得到的结果放在右边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 ax 方加 bx 加 c 等于0，那么我就要找德尔塔。德尔塔是 b 方8864m 的平方减去4ac 4乘以9乘以2m 的平方减4，这是德尔塔。好，第一种情况是德尔塔大于0，即64m 的方减去4乘以9 2m 方减4，它是大于0的。我先约分啊，用4约，14得10，4、6、24。然后呢，他提出了一个2，我再用2约，所以是8m 方减去9倍的。我刚才提出来一个2上 m 方减2大于0，展开8m 方减9m 方负 m 方。加上18大于0，m 方减18小于0。18呢，我把它变成根号下18括号的平方，变成根号18括号的平方，也就是 m 方减去29 3倍根号2的平方小于0，m 加上3倍根号2乘以 m 减3倍根号2小于0。这是个1元20不等式，必须得保证20项系数是正的。分解因式的目的是为了求两根标在数轴上，大于取两边，小于取中间儿。所以第一个，如果它有2个公共点那么我 m 的取值就落在负的2/3根号2和正的2/3根号2，落在它们俩之间。如果是德尔塔等于0呢，那我们就在这儿就可以了就借助它的结论 ，m 方等于3倍根号2的平方，所以 m 就等于正负3倍根号2。没有公共点呢，德尔塔小于0，德尔塔小于0呢，正好和德尔塔大于0是相反的，所以它一定是在两边取值的，也就是这种情况得到的是 m 大于3倍根号2，或者是 m 小于负的3倍根号2。你看，我就做一个，剩下那2个就可以借助它得到结论。这个呢，就是判断直线和椭圆的位置关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。